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穷电影，我是穷哥，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。我是一个比较早睡的人，正常10点多就差不多了。可是昨晚却熬夜看了一部让人震撼心灵的电影，叫《心灵捕手》。一个自由被舍弃、饱受虐待的青年，应该会有怎样的未来？一个有着惊人智商却因为贫困而无法施展才华的青年，应该有怎样的未来？就是这样的两种人，却同时出现在一个青年身上，那么他又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呢？当男主威尔映入我们的眼帘，他是个普通人，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年轻的清洁工，住着破旧的房子，偶尔和查克等好友出去聚会相伴，当然也会经常打架滋事。而另外一边，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在公布栏写下一道十分困难的题目，可是没有多久，这道题目却被解开了。当教授知道这个消息后，马上赶来，确信解答的完全正确，原以为是自己的学生，甚至在课堂内想要找到这位高材生，可是神秘的他并没有出现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学生。再者，因为和查克几个人去打架，最后打得上头了，被警察给抓走了，下周提讯，当然他也可能面临牢狱之灾。而教授这边因为没有找到人，所以他准备继续和这位神秘人竞赛，写出了一道他花了2年才解开的一道题目。某天，当教授还在想这位天才是谁，却发现一位清洁工装扮的人在那里好似在涂改着黑板上的题目。他追了过去，但这位清洁工并不想被发现，他一边辱骂教授，一边跑走了。当教授回来后，发现题目居然真的解开了，他整个人目瞪口呆。他花了2年的时间，别人却花了一会儿就解开了，所以他想要找到这位天才。可是此时的威尔早已经和查克几个人在酒吧里面玩耍喝酒，当然也遇到了一个为了搭讪美女而故作学识渊博的人，最后被威尔怼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也是在这里遇到了让他心动的女生史凯兰，还拿到了她的电话号码，本来想约对方的，可是威尔此时要面临法院的提讯，如果不是因为教授及时找到他，并给了2个条件让威尔考虑，不然他肯定要入狱的。第一个，威尔每周要和教授碰面，一起讨论数学，其实就是解决数学难题。第二个就是他要去看心理医生，需要威尔的配合，如果他不及格的话，最后照样会被送回来。然而威尔聪明绝顶，却叛逆不羁，他可以很快的解答出教授想要的题目，但是却因为出身贫寒，受童年被多名继父虐待的阴影影响之下，心灵似乎上了锁，教授无法走进他的世界。所以教授先后请了5名心理医生为威尔做心理辅导，可是都被这个顽固的小子洞察心理，反被羞辱，纷纷宣告他已经无可救药。威尔确实很聪明，甚至能从蛛丝马迹中找到反驳甚至击溃你内心的东西，但是他的内心也同样脆弱，可是却难以攻破。教授无可奈何，即使兰博教授是数学界鼎鼎大名的人物，他获得过被誉为数学界中的诺贝尔奖的菲尔茨奖，可是对威尔却无可奈何，所以教授只能求助曾经自己的大学同窗，现在的心理学教授西恩来为威尔做治疗。当然威尔并不知道他会面对什么样的人，但是他都无所谓。和其他的心理医生一样，他第一次刺痛了西恩，仅仅通过对西恩一幅画作的观察而看出西恩当时的心态。西恩的画作是一个在波浪滔天的大海中独自划船的人，对此威尔看出了2个内容。他对西恩说，第一个，你当时正在暴风雨之中；第二个，你娶了错误的女人。因为反复多次说了你娶了错误的女人，最后把西恩给激怒了，他冲上去掐住威尔的脖子，并威胁说，如果你再这么说，我会杀了你。我想此时的威尔应该没有想到过会是这样的结果，因为他实际上并不了解西恩，只是看到了表面上的西恩，却加以评判，和那些其他的心理医生反应完全不一样。而让威尔没有想到的是，西恩并没有放弃，让他星期四下午4点再来。回去后，西恩好似在那边思考着什么，而威尔这边则和史凯兰正在约会，毫不知道那个仅仅见了一次的男人，最后却改变了他的一生。第2次的见面，西恩带着威尔去了外面，有了如下的一段对话。西恩先是承认威尔的确刺痛了他，令他彻夜难眠，但是这种痛苦中，西恩想明白了很多。尽管总是将聪明用在攻击上，但是威尔还是以自己的聪明自豪。但是西恩对他说，看到你，我没有看到聪明自信，我看到一个被吓傻的狂妄孩子。如果相对于第1次见面的那种心理角力战争，那么第2次则是西恩占据了主动。而自始至终，威尔好像并没有说什么，前后后，西恩给威尔的心理辅导一共有8次，8次的场景处处叫人难忘，包括一言不发、言辞激烈、行动粗暴等，每一次都让威尔对自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每一次的辅导都
都给威尔和西恩无限的思考。威尔的选择和未来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，就像后面的见面，西恩以自己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向威尔发出了真诚的邀请，并真心说，除非你谈自己，说你是谁，那我就着迷了，我愿意加入。可是威尔因为童年的创伤，只有本应该被爱护的他被人舍弃，而放弃了对他人的信任和情感的投入，以防卫的心理来隔绝真实的情感表达。而威尔是天才，但是威尔的逻辑其实就是天才是坏我，平庸是好我。他其实认为天才并不能换来关系中的亲密，而平庸倒是可以做到这一点。也可以说他其实讨厌他的天才，他不希望别人因为他的天才而接纳他，他更愿意别人仅仅因为他这个人而接纳他。就像他的朋友查克这样，和教授的方式不同，教授则希望威尔能将他的天赋运用在他为其安排的工作上，让天赋得以发挥，却从来没有问过威尔想要的是什么。而西恩则不同，在这8次的辅导中，他用多种咨询技巧，巧妙地打开了这个桀骜不驯的年轻人的心扉。其实威尔一直在逃避，他不敢对喜欢的那个女孩说我爱你，他怕受到伤害，所以最后说出了我不爱你，也让他们两个的关系陷入僵局，甚至分开。而他也不敢直接回答西恩的提问。有一次，西恩问威尔志向，因为威尔的胡言乱语，西恩敞开屋门对威尔说：“不要浪费我的时间，你走吧。”和对一个连简单问题都不能诚实回答的人谈话，是浪费我的时间。威尔无语的离开，却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言语。在这一次次的辅导和生活琐碎的场景中，我们见识了语言的魅力，也见识了人的无限拓展性。而当威尔的心灵慢慢被西恩打开时，却想要逃避，他的死党对他说了一席话：“我每天到你家接你，我们出去喝酒笑闹，那都很棒。但是我一天中最棒的时刻只有10秒，是从停车到你家门口。每次我敲门，都希望你不在了，不说再见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就这样走了。我懂得不多，但是我很清楚，他不希望威尔如他一样，这样他会瞧不起他的。他希望威尔能够敞开心扉，去做适合他的，他喜欢的。他希望威尔能够真正勇敢起来。作为死党，作为兄弟，我希望你能够比我更好，而不是和我一样如此的辛苦。你明明可以更好的。”查克的话让威尔久久不语。而电影的最后迎来了一个高潮，是威尔终于又来到了西恩的治疗室，而西恩拿着威尔的卷宗，那上面有他的种种问题和受虐的经历。他一遍又一遍地说：“这不是你的错。”西恩第一次这样说时，威尔说：“我知道。”但是威尔并不知道，他只是口头上知道而已。所以西恩继续说，威尔却惊讶了，他看上去甚至讨厌西恩这样说，所以说了：“你不要戏弄我。”但是西恩继续：“这不是你的错。”终于，威恩的防御彻底崩溃了，他扑到西恩的身上，紧紧地抱着西恩，像婴儿一样的痛哭。这种拥抱有着极大的象征意义，意味着威尔终于第一次真正信任了好的关系，而西恩也准备去寻找他的新大陆。也许他治好了威尔，何尝不是也治好了自己呢？影片的最后是威尔驾驶着查克等死党送给他的破车，奔向加州去找史凯兰，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